别人主角都是靠神技升级，我们主角靠挨打升级。别人努力学习新技能，我们主角满大街找人揍他。我江小毒在线求打。小兔崽子，醒了！老爹，我醒了。你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河里边偷偷洗澡的，还敢往深处游，还因为救人差点自己报废里边。我看你这是不知天高地厚和深海阔。老爹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去深处洗，我只是在浅处。虽然我偷下河洗澡，但是好歹也救了2个人，功过相抵，行不行？爹啊，亲爹，别抽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今天老爹就好好的教训一下你，让你明白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。1个月了，自己的乖儿子1个月没有犯什么错误了，手都开始痒痒了。现在好了，终于可以了。我错了。现在说晚了。丁，肉身遭遇皮带攻击，肉身强度+1，鞭法+1。一个声音突然出现在江小毒的脑海，江小毒愣了一下，四处看了一下，周围只有自己老爹一个。随后，他的身体开始微微发热了一下，不过并不算太强烈，疼痛感降低了许多。竟然没有反应，什么态度？丁，肉身遭遇皮带攻击，肉身强度+1，鞭法+1。江小毒猛然一个机灵，不是幻觉，这个声音又出现了，同时他的身上再次升起了一股温热的感觉。没拿错啊，就是结实的七匹狼。难道自己1个月没动手，动手能力减弱了？这小子怎么就叫了一下就不叫了？哼，好小子，是觉得自己翅膀长硬了是吧？今天老子要不把你抽老实，老子就跟着你姓。一连10几皮带过后，江上就感觉到了不对，这小子怎么不喊了？不会抽晕过去了吧？爹，你没吃饭吗？老子打死你这小兔崽子！江上一声大吼，手上的力气提起了3分，重重的抽了起来。丁，肉身遭遇皮带攻击，肉身强度+1，鞭法+1。江小毒顿时喜笑颜开，果然刚才自己老爹没用力气。爹，你这也没实力啊！丁，肉身承受足够的攻击，获得技能钢铁之躯小成。丁，承受了足够次数的皮带抽击，获得鞭法熟练度小成。江小毒兴奋地笑了起来，但是考虑了一下自己老爹的面子，强忍着笑意，装作一副痛苦的模样。爹，别打了，再打我感觉要昏过去了。江上停了下来，心中的火气消得差不多了，看着自己儿子可怜巴巴的模样，终于扔掉了皮带。哼，臭小子，从现在开始给我记住，以后想要救人，必须考虑自己的能力，别为了救人把自己搭里边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，清楚了。我的身体真的变得结实了，难道挨上老爹的一顿打，就这样身体变强了？突然一道荧光出现在了江小毒的眼前，上面仔细的写着江小毒的身体情况。江小毒看着这一排小字，彻底确定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一种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但有一些事情似乎还要证实一下。胖子，打我！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怎么说这种胡话？快点给我一拳，用你最大的力气！胖子全力的用大拳砸在了江小毒的身上。丁，肉身遭受拳脚攻击，钢铁身躯+1，基础格斗+1。丁，遭受气血攻击，气血+1。而此时此刻，江上就藏在角落里，看着自己的儿子挨打。完了完了，儿子真的被我打成抖 M 了，还他妈，我对不起你，孩子，爹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你吃什么了？怎么突然力气这么大？我忘记了，昨天我看着你们溺水了，情急之下竟然产生了气血，所以力气现在暴涨。没事没事，我还行。胖子，再来打我！半个小时后，胖子耷拉着脸从秘密基地中走了出来。江小毒疯了，他肯定是疯了。打了半小时，我自己都打累了，他还精神十足。从普通人变成了气血境1级，钢铁身躯也升了4点经验值，基础格斗也升了5点。但是胖子再打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了，那么接下来应该找谁去打自己呢？小毒，爹知道打你是爹不对，以后爹不会再打你了。好，谢谢老爹，反正打也不能给我正一了，那不打最好。还好，自己的儿子应该还有救。要是我说以后不打他，他不愿意，那我怎么对得起孩他娘啊？对了，你回房间收拾收拾东西吧。明天咱们进城，我在城里找了一个朋友的房子，就在你们学校旁边，明天就把东西搬过去。为什么要住在那里？因为老爹我要出一趟远门。出远门？从他出生以来，他就没有见过母亲。江上从小到大都一直陪着他，除了他玩耍和上学的时间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江上陪着他度过的。他问过自己母亲的事情，不过当时江上表现得有些忧伤，所以江小毒从那以后就没有问过。有些舍不得你呢。
滚犊子吧！你这小兔崽子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？老子要是离开，你心里边早就嗨爆了。回到自己房间后，江小毒便开始思考怎么才能让别人主动打自己。对了，我记得梁军好像已经列出来一堆风云人物。我愿化身石桥，受500年风吹，500年日晒，500年雨打，但求你从桥上走过。喜欢小雪儿的第一天小雪儿，写完不到一会，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。很好，江小毒是吧？看来你不知道小雪是谁的人，开学给老子等着！还没有入学的小崽子就敢如此猖狂，等着挨打吧！才喜欢小雪的第一天，我都喜欢小雪1年了。可是呜呜，为什么小雪不拿正眼看我一眼？切，又一个颜值粉，小雪是我的，谁都抢不走。而另一边，一个少女拿起来手机，看到艾特她的这条微博，厌恶地皱了皱眉头。这里边的东西都是我给你置办好的，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再买。老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难道我是隐形的富二代？现在你不装了，摊牌了？包袱文看多了是不？你要是隐形的富二代，咱们爷俩还用待在村子里边待10几年？说的也有些道理，那你准备啥时候出远门？一会就走。这是一张银行卡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里边我给你留10万块钱，足够你这个学期的花销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我会回家过年。所以这半年只有你自己了，开心吗？江毒抽了抽鼻子，努力的想要让自己挤出来2滴泪。好了好了，别装了，嘴角都咧到耳根后边去了。不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能挤出来的。自己在这待着吧。你手机里边有一个叫张志远的手机号，一旦你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就给他打电话。不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打丢老子的人，知道吗？明白。放心吧，老爹，只要儿子挨揍够狠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啥玩意？学费8万？喊什么喊？你这是武学，而且当初成绩显示你的资质偏低，自然交的是最高的学费。难道你家大人没有告诉你？可是学费也太贵了吧！交不起学费就别上武学啊！武学不是穷人能学得起的，快点交，不交滚蛋，别耽误小爷的时间。哪家的裤裆没藏好，把你露出来了？你说什么？果然是裤裆露出来的，发育都没发育全，耳朵都不好使。江毒人如其名，嘴巴向来够毒，2句话就将黄毛小青年气得暴跳如雷。你小子是想死吗？对，想死呢，有种你打我呀！哟呵，老子打死你！打架退学。拳头距离江毒的脸不足10公分停下，江毒满脸的期待随着这老师的一句话落空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连退学都害怕，还学人家打架。黄毛小青年气得差点蹦起来，脸色发青，死死地盯着江毒。你真不打我？够了，赶紧交学费，再废话滚蛋，报道去吧。你别忘了你说过的话。什么话？你让我等着，你不打我，你就是个垃圾。你们好，我叫江毒，以后有机会多亲热亲热。教室里2男1女，一个是有着青春痘的小胖子，笑容可掬，名字叫张帆；一个是体态强壮的大块头，名字叫吕刚。另外一个女孩，也就是普通容貌，但是笑起来很温柔，名字叫做叶西西。小王八蛋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你终于来了！该死，为什么从这小崽子眼中看到了惊喜？走，地方你挑，我等你好长时间了，咱们赶紧解决。现在人多了，一会我还有业务要忙。红哥，我感觉有些不对啊，不会是有诈吧？不科学啊！大家是来打架的，又不是去接新娘子的。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你能不能配合点？你那满脸如沐春风的笑容，将打架的氛围都给破坏掉了，好吗？管他呢，不跟他废话，直接开打！肉身遭受拳脚攻击，钢铁身躯+1，基础格斗+1。古红拳头疯狂的挥舞，全部打在了江毒的身上，但系统的声音只出现了1次就消失了。哎，竟然只能增加1次，那我还挨打干嘛？本来以为你还挺强，没想到就这点本事。你还有没有什么实力强大的大哥？记得要找他们过来打我。不敢，这次是我们错了，以后绝对不再找你麻烦。不行，你必须找人来打我，要不然我就打你。大哥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饶了我吧。嘿，听不懂人话是吧？我找还不行吗？丁，完成器械手胜，获得技能点5点。这才听话，记住，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必须要找比你强的人来打我，否则我见1次揍你1次。是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小子，我在最后警告你1次，我对宁雪势在必得，我看你小子有种。你要是现在退出，我还有可能饶你1次，但是你再继续纠缠宁雪，老子的铁拳砸碎你！程霸满脸横肉，神色凶狠无比，一般人恐怕都要被他这副尊容下的双腿发抖。客气了，师部，咱们2个在一起，还谈什么娘们？我压根就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被你打一顿。什么叫
就想被我打一顿。好了好了，别多想了，只要你把我打的老老实实，我自然不会再去找什么宁雪，咱们速战速决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江毒感觉似乎有一柄大锤砸在自己胸口一般，口中出现了一股甜腥的味。丁肉身遭受拳脚巨力攻击，钢铁身躯加1，格斗加1，巨力加1。江毒深吸了一口气，压制住胸腔翻腾的气血。这一拳，这哥们竟然连气血都没有用，竟然把我打飞这么远，甚至还打伤了。来，继续。好小子，真的有种，给我嘎！痛快来！这小子真的不怕死，给我倒下！你很不错。这家伙看起来这么瘦弱，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？甚至和我相比都不遑相让。巨力可是我的觉醒天赋，这小子难道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？被你打了这么久，现在我可以还手了。来，现在咱们两个练练。好，倒是小看你了。丁肉身遭受血气攻击，血气加1，钢铁身躯加1。这时候，操场上出现了一个慢悠悠散步的老者，似乎听到了斗舞场的动静，好奇地走到观众席最上边，便看到两个身影。这新生刚开学就开始斗殴了，这一届的小家伙们还挺刺头。这个壮汉身上血气的浓郁程度，这恐怕差一步就可以突破到血气境终极了吧？刚入学就达到这种地步，是个好苗子。丁遭受血气攻击，血气加1。丁遭受血气攻击，血气加1。只不过和他对战的这个家伙却没有任何印象，看来学校低估他了。你输了，让我很满意的战斗，够强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江毒。成吗？今天打过了，没事我就先回班了，以后想要找场子随时欢迎。等我恢复，一定会再来挑战你，最好更强一些再来。江毒吗？看来也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你们都是刚刚接触武学，因为武学一道，先有气血而行，年纪大小开始修炼会导致气血亏空，影响生理。120年前，蓝星遭遇变故，一种特殊的力量涌入蓝星，也就是开启了我们现在的灵气复苏时代。灵气复苏产生了武者，武者的境界可分为5个境界，分别是器械境、脱胎境、金身境、化神境以及强大的通天境。这些东西其实一会发的课本中都会有讲解，一会发了书，你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江毒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不禁点开了微博。开学第1天，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月赞会，星长明，流明待月复，35共嘤嘤。喜欢小喜儿的第3天小喜儿。哎，同学，你看看发这样的微博，表白女孩子合适吗？这个同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在网上喜欢的小雪宁雪。只见他冷冰冰地看着江毒，江毒感觉周围的空气似乎都降低了几度，甚至让他起了鸡皮疙瘩。同桌好可怕，不过这个同桌貌似可以在夏天当做人形空调机啊。这个狗江毒绝对没有认出来我，哼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奇葩？天天表白别人，还不知道本人长什么样，还让被表白的本人帮忙参考表白内容，滚蛋！谁是江毒？我看老娘不抽死你！等等，别在这里，咱们出去打。老娘就要在这里打。然后宁雪挡在了中间，双掌打在了两人身上，一阵寒意袭来。丁遭受寒冰气血攻击，气血加1，抗寒加1，要2打1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同桌竟然也是高手，还给自己带来全新的属性，这让江毒情不自禁开始亢奋。雪儿，你别拦我，老娘要抽死他！来，继续。够了，要打出去打。干什么？老师，他们2个就长得帅，就要打我。你要不要一点脸？老师，你看，当着你的面就敢骂我，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他对我有多过分吗？宁雪张了张嘴，半天没有说出来话，她真的被江毒的无耻给惊到了。李屯木看了看宁雪和杜烟，又看了看江毒。3分钟后，江毒、宁雪和杜烟3人身体笔直地站到教学楼之外。好好的给我站着，不是想要出风头吗？我让你们好好出，站够1个小时才能回去。老师，我以我心照明月，我对天发誓，真的不是我的错。你闭嘴，自己做了什么事还不清楚？再说一句加1个小时。就在老师走后，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走了过来。雪儿，怎么回事？雪儿不是你叫的。林修远，不管你的事，你滚蛋。杜烟，我听说你被人占了便宜，这事要是被你哥知道了，这小子绝对会被打个半死，要不然我替你出气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现在就赶紧离开，我就谢谢你了。现在啊，什么老鳖王八的都出来爬，也不怕被人踩死。你小子说什么？狗腿毕竟是狗腿，没有长耳朵，也不知道一些人怎么想的，这么大点年纪就喜欢当别人的狗。主子没说话，狗就忍不住要叫了。你找死！凯子，别冲动，听名字就知道够傻，这总是听说女人掉凯子，没想到男人也掉。杜烟没忍住笑出了声，但是很快反应过来自己可是和江毒有仇的，又重新绷住了脸。江毒是吧？雪儿，不是你能够染指的，你要是乖乖的给雪儿和杜烟道歉，我还可以饶你一次，否则后果不是你能够承担的。
染指雪儿。林修远看到江毒眼中真切的疑惑，不由得也是愣了一下。微博上表白内容不是你发的？废话，当然是老子发的，老子表白的是宁雪，和雪儿有什么关？江毒话都没说完，自己就愣住了。宁雪，雪儿，你是我家宁雪的追求者。一个我家，让三个人的神色都凝固了一下。江小毒能够感觉到周围的寒气更加浓郁了，笑容越发的灿烂。小雪儿是我的。小子，你不要自己找死！所以你打我呀！林修远的拳头死死握住，发出了一声骨骼响动的声音。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还是没有出手。咱们走着瞧。你真的是宁雪？不是，小子你什么意思？天天公开在微博上表白小雪儿，竟然连当面见到小雪儿都认不出来。心有神往，何以皮囊？老子又不准备谈对象，为什么要在意宁雪长什么样子？只要有护花使者打我不就行了吗？此次梁军招生5生600余人，共分了14个班级，其中是资质最差的班级。哎，那不是宁雪吗？她怎么会在14班？谁不知道宁雪资质非凡，直接觉醒了寒冰天赋。哈哈哈，不知道吧？听说宁雪中考的时候没有考英语，所以文学成绩并不是太好，但是因为天赋，还是被特招进入了咱们学校。为什么没有考英语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宁雪，各项天赋都非常好，只有英语一窍不通。我操，我英语也不行啊！没想到我竟然和宁雪有共同点。紧接着，江毒等人来到了一片空地，李老师正在和教官交谈。沈教官，我的这些学生未来2周就交给你了，不用手软，尽情操练。放心，好好训练。军训之后，你们将要第一次进入神火窟。现在省下来的汗水，就是未来你们多流的鲜血。有特殊的事情可以联系我。现在就跟着沈教官训练吧。各位，我姓沈，来自镇军，是你们的教官。未来2周，我将对各位进行严格的训教，你们就相当于新军。军人的天职便是服从命令。接下来的2周，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一个不字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向左转，起步跑，围着操场，先跑20圈。这个数字出来，瞬间让班级的学生们都惊呆了。20圈，愣着干什么？听不见命令？速度不准变慢。废物果然是废物。我听说14班是武学天赋最差的学生，如果你们吃不了其他人能够吃的苦，那么你一辈子都会是废物。第11圈的时候，江小毒眼中一亮，他似乎从沈教官身上学到了什么。他模仿着沈教官的呼吸频率，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粗重的呼吸。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胸膛的那股火焰开始慢慢的在平息下来。丁，耐力加1。江小毒的脑海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，这次跑圈为江小毒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属性。老沈这家伙有些狠啊，这些细皮嫩肉的学生竟然直接开始跑20圈。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狠人。20圈跑完，江小毒已经完全累得不成样子了，然后看了一下属性面板，发现钢铁身躯已经到了最高，十分开心。江小毒，滚来斗武场！谁要揍我？斗武场上，林修远已经身体笔直的站好，冷眼盯着江小毒的位置。我去，林修远要挑战江毒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干得漂亮，就应该揍他丫的！装什么装？穿了一个白衬衣就觉得自己是校草了，傻叉一样。你才傻叉，你恐怕不知道林修远有多强，在初中的时候，人家都已经修炼出来血气了，而且他的父母都是强大的武者，人家这颜值，穿什么都是校草，好不好？林老大，打死这个家伙，竟然敢不要脸地纠缠嫂子！对，嫂子只有老大才能配得上。江小毒看到竟然是林修远想要揍自己，脸色有些纠结了起来。这个林修远，江小毒是有些不爽的，总是一副装逼的模样。江毒有些纠结要不要让他揍自己。学生们都关注到江小毒脸上的纠结，以为是江毒怕了，顿时大笑了起来。果然，有些人只会犯贱，一旦开始真拳脚的开打，他的腿就软了。丢人啊！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，他不会要怂了吧？垃圾！这种人还有资格站在我女神的旁边，连给她提鞋都不配。年轻真好啊！老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娶媳妇，也是这样一路打上去的。不过我感觉那小姑娘对两人好像都不感兴趣，不只是那小姑娘对两人不感兴趣，这个江小毒恐怕对小姑娘也不感兴趣。你说他们两个谁生谁负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个叫林修远的是4班的班长，天赋强大，而且早已经练出了气血，而这个在18班完全没有可比性。打个赌，我赌江毒赢，输了1个月洗衣叠被。既然老沈善心大发的想要帮我们洗衣叠被，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。我赌。哎，一天3次斗武场，想想我也是牛逼了。宁雪不是你可以染指的，既然你不听劝告，那么这次的军训你就没必要参加了。来，别客气，照死打。这一刻的江小毒在所有学生的眼中是狂傲的，
是邪气凛然的。丁，肉身遭受拳头攻击，钢铁身躯+1，格斗+1。丁，遭受气血攻击，气血+1。丁，钢铁身躯熟练度升级为精通。搞什么嘛？一拳都接不住，是被吓傻了吗？老大无敌，打死这小子！老大，让他见识见识你的厉害！哈哈哈，果然老大出手非同凡响。但是说着说着，就感觉有些不对劲，因为他们几人发现并没有人来附和他们。傻叉吗？没看到你们老大全力一拳，连让人家倒下都没有倒下。你就这点力量，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你就这点本事了，你已经没用了。记住，凝血不是你能惦记的。就在这时，林修远的小弟偷袭了过来。冰封，冷风之中带着寒冷的碎冰，直接将三人的身体笼罩其中。连绵不断的冰剑直接洞穿了三人的身体，将三人直接砸在斗武场之上，雪儿无敌。而在观众席上，两班几个男生十分不爽。老大，他太嚣张了，我想去教训他。不急，军训结束之后还有全校军训大赛，你的目标应该在一般的那些人身上，这种人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。哼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，一班两班的人都没有出手，他就好像天下第一了一般。现在跳得越欢，大赛的时候死得越快，大家都已经对他的实力知根知底了，没有任何危险。不过这个宁雪倒是可以关注一下，气血境中级的术士，哪怕是和陈曦也不遑相让。之后军训每天都是无比的严格，尤其是沈教官发了疯一般的训教14班，学生们都累得和狗一样。期间江毒雷打不动的表白宁雪，宁雪甚至已经麻木，甚至都和江毒合照了起来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6宫粉黛无颜色，喜欢小雪儿的第14天小雪儿，高一14班江小毒。该狗贼，你这家伙不会要成功了吧？雪儿竟然笑了。哇哇哇！雪儿这一笑太美了，不行了，我要醉了。不可能，雪儿怎么可能笑？我的雪儿，江小毒，你死定了！喂，太美了。雪儿，你除了林修远和程霸就没有其他的追求者了。宁雪看了江小毒一眼，眼神有些疑惑，似乎在疑惑江小毒这句话什么意思。就是还有没有更强大的追求者？我比较担心，要是有更强大的追求者，我先做好准备；要是没有其他强大的追求者，那我可要换人表白了。2班的那个陈曦似乎追求者也很多。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为什么我有一种是因为追求者多才被江小毒表白的既视感？教官，你什么实力？你想和我打？切磋切磋。你还不够资格，拿回来一个军训大赛第1名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说话算话。8月初秋，天高气爽，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们迎来了19届新生。时光漫漫，青春不变，在这激情澎湃的岁月里，我们开启了19届军训大赛。下边有请学校副校长卢向李校长为我们致军训大赛开幕词。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！现在我宣布，第45届军训大赛正式开始。随着卢校长话音落下，观众台之上的同学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掌声与欢呼声。14班这次一共上了3名选手，分别是江小毒、宁雪，还有一位壮硕的青年赵飞寒。但江小毒看了一眼自己的编号，额头上升起了一道黑线。你多少号？答 A。老赵，你呢？19B。你的呢？我的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很快就到了江小毒对战时间，这次的对手是2班的江山度，但江小毒的编号让观众席上的学生开始发出了笑声。2B 江小毒很贴切呢。江山度打倒2B。江山度小铅笔。江山度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少年，穿着也是普通无比，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少年，却多次被人称为2班第1强者。两人相对而立，同样都是双手空空。江小毒，你知道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那就是没有实力，莫要装逼。说得对，早就看这家伙不顺眼了。江山度，打趴下他，让他知道他想要称王称霸，只能在一群垃圾之中称而已。之前嚣张，现在却要被一轮淘汰，让他跌落到泥泞之中也好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斤两。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江小毒，因为江小毒到底什么实力，之前已经暴露过了，和江山度相比较起来，那完全就不是1点2点的差距。别废话，有本事就打的，我站不起来，做不到我会看不起你的。丁，肉身遭受爪击，钢铁身躯+1，格斗+1。就这点力量，这家伙仅仅是一个接触，手臂被抓伤，又被踹退7、8步，到底是谁给他这么嚣张底气的？你想要力量，那我成全你。江山度速度急速上升，无限制的不断击打着江小毒的身体，让江小毒毫无招架之力。我就说江小毒怎么可能是江山度的对手？这完全就是一方面吊起来打，这种狂风暴雨的攻势谁能接下来啊？
听说江山渡本来就是练习过格斗，这样压制江小毒也是实属正常。终于，江山渡一个上勾拳勾在江小毒的下巴上，江小毒的身体抛飞了起来。随后，江山渡双腿弯曲，用力跃起。结束了。哈哈，你也不行啊！现在该到我了。这次完全变了，换成了江小毒一拳一拳的打在了江山渡的身上。很强，但是之前那么弱势是为了什么？扮猪吃老虎，结果发现扮不下去了。他一个学生怎么会拥有如此强悍的格斗技巧？战绩铁山靠。随着江山渡的怒吼，他身上的气血无比的浓郁，一步接近江小毒，肩膀重重的向着江小毒撞了过来。果然，江山渡竟然掌握了战技，是铁山靠，全力一击，甚至能撞碎山峰。以江山渡的实力用出来这道战技，甚至能够达到气血境高级的攻击力。江小毒没有任何改变攻击的想法，同样用肩膀向着江山渡撞了过去。什么？我不会眼花了吧？使用战技的江山渡竟然被人硬碰硬撞飞了。我感觉两个人撞击的一瞬间，仿佛两个行星撞在一起了一般。这是假的气血境中级吧？丁，肉身承受战技铁山靠攻击，钢铁身躯+1，格斗+1。丁，遭受气血攻击，气血+1。江小毒现在斗武场之上，长出了一口浊气，看着爬都爬不起的江山渡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送你一句话：没有实力莫要装逼，若要装逼必被我踢。江小毒这张嘴有些毒啊，都获胜了，还要实力嘲讽别人一波。毒是有些毒，不过我喜欢。刚开始江山渡不就是在装逼，现在这脸打的，我看着都感觉老脸疼。回到选手备战区，赵飞寒对着江小毒竖起了大拇指，很强，一般，全国第3。二 B 选手还不错吗？江小毒含蓄的笑容僵住，这个该死的编号着实影响潇洒帅气的形象。你多少号？把你那贼兮兮的眼神给我收回去！就在江小毒准备说话时，江小毒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江小毒，你是？你父亲失踪了。江小毒有些失神的挂掉了电话，神色之中似乎还带着一些不敢置信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江小毒有些失神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下，斗武场上的战斗似乎距离他无比的遥远，他的双眼失去了焦距一般。怎么了？教官，你知道上层空间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老爹交代在上层空间之中，请教官告诉我上层空间到底是什么。如果真的迷失在上层空间之中，我希望你小子做一些准备。当然事情无绝对，也有人从上层空间之中归来过。等你强大到一定的境界之后，同样可以前往上层空间寻找你的父亲。什么是上层空间？全球绽放出成千上万的异次元空间，里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，甚至有些生物和人类相似。每一个异次元空间都会存在一个核心所在，这个核心名字叫做天星。截止到今，这100多年间，几乎每年都会有士兵或者普通的武者误入上层空间，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回来了。小子，如果想要再见你父亲，只有你努力成为一个强者才有希望。如果你颓废，那么就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再见到你的父亲。坚强。我知道了。行吧，自己好好想想，你还年轻，未来有无数种可能。江小毒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家的，原本感觉格外自由自在的家中，此时江小毒竟然感觉到一种深切的孤独感。姓名江小毒，实力气血境4级7%，技能钢铁身躯精通6%，鞭法小成1%，格斗精通4%，距力小成6%，抗寒性小成5%，耐力小成8%，技能点4。对，我拥有系统。老爹，等着，我很快就会成长起来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去上层空间找你。希望你到时候看到一个强大的儿子，不会被吓到。几天下来，整个军训大赛此时只剩下14人，1班的罗军、秦昊，2班的陈曦、陈子道，3班聂龙和林修远，4班的程霸，14班宁雪和江小毒，6班的杜烟。我宣布8强争夺赛正式开始。小雪儿，你多少号？13。那还好，咱俩不会对上，要不然你止步8强多可惜。你多少号？4号。杜烟脸色顿时有些不自然了起来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是10号吧？哼，王八蛋，终于让我等到你了，老娘保证在斗武场上抽趴下你。真可怜，遇到谁不行，竟然遇到了我。很快就轮到江小毒对战杜烟。小嫣嫣，你干脆认输不就得了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我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再揍你一顿多不好。王八蛋江小毒，给老娘看掌！杜烟完全已经迫不及待，想要狠抽江小毒一顿。杜烟会是江小毒的对手吗？我为什么突然感觉杜烟有些悬啊？毕竟江小毒可是打败了2个种子选手的人。杜烟虽然很强，但是距离种子选手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。不管能不能打得过，我只想看杜烟挥舞小胖手的姿态，甚至还有些想要挨抽。
江小毒嘴贱，就应该狠狠的抽他。想起来杜烟抽在江小毒的身上，哦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斗武场之上，杜烟双手生火，虚空之中一声炸响，随后双手便燃烧起来火焰，向着江小毒抽了过去。丁遭受掌法抽击，鞭法加1。丁遭受火焰灼烧，抗火性加1。让你平常嘴贱。你们说他们两个在斗武场之上到底在做什么？秀恩爱吗？我怎么感觉这是一场 SM 秀？是杜燕没有用力，还是江小毒太过于皮糙肉厚了？你能不能大点力气？瞬间杜烟就气炸了，身上的火焰暴涨，一拳一拳地砸向江小毒。江小毒不闪不避，任凭火拳落在他的胸口，随后满足地出了一口气。火拳我好像也会一些呢。江小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了出去，观众席上安静了一下。他想做什么？不只是江小毒升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许多的学生也情不自禁地升起了大胆的想法。杜烟有些懵逼了，江小毒也会火拳？江小毒手上出现蓝色的火焰，反身向杜烟冲了过去。杜烟虽然战斗力不错，但是防御一点没有。我去，这家伙真的会火拳，他到底还有多少招？我认输，我认输。一上午时间，8强的名单出来了：江小毒、秦昊、罗军、宁雪、陈子道、陈曦、程霸、聂龙。同学们，随着1天半的紧张角逐，经历了56场精彩绝伦的战斗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激动人心的8强赛。此次军训大赛的精彩程度出乎意料，14班有2匹黑马杀出而鸣。那么接下来，有请8位同学上台抽签决定对手。全场带来了热烈的欢呼声，他们明天就要开学，有的人已经提前来到。啧，听说这一届的学弟学妹比较格外的出色，还有许多漂亮的妹子，果然贴吧上没有骗我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听说杜远的妹妹被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打了屁股，而且那小子还疯狂的和宁雪表白，但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等着吧，等到决赛结束，还会有好戏看的。一个个小道消息不断的被几个学生说出，还有人看向了远处那一个火红色头发的身影，杜岩的哥哥。这家伙可是一个武学狂魔，看着那一头仿佛火焰一般燃烧的头发，这家伙到底吸收了多少火灵核？而杜岩正在看着江小毒，江小毒也看到了他，并伸出大拇指。他好像真的不认识杜岩，但是无论他认识不认识，我已经敢确定，这家伙绝对废了。杜岩发火，那可是真火啊！这小子够有种，我已经期待他被教训的时候痛哭流涕的表情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哥来者不善，再加上刚才江小毒的动作，我老哥不会想直接打死江小毒吧？你都被欺负了，我还能不来？谁说我被欺负了？没有，别听其他人胡说。哼，那还叫没有被欺负？连我妹妹的便宜都敢占，当我杜岩是死人吗？哎呀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江小毒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这件事你别管，我自己解决。这件事你别管，我来解决。别，你千万别管，江小毒真的没有占我便宜，那只是我俩动手切磋巧了而已，你插手算什么？我现在长大了，我自有判断。哥，你再这样我真的生气了。杜岩愣了一下，眼神开始诡异了起来，死死地盯着自己妹妹。你那么紧张，那小子不会是喜欢上了她吧？杜岩张了张嘴，差点一口气没有提起来，随后脸蛋爆红。杜岩，你再给我胡说八道，我一定要告诉爸妈撕烂你的嘴，打烂你的屁股。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不会怎么着他，但是简单的教训一下还是必须的。刚才你也看到他主动挑衅的我，如果我不出手，多没有面子。不行，我的仇我要亲自来报。随即他的目光看向了江小毒，带着一丝可怜。被我老哥盯上了，恐怕会变成烤乳猪吧。第二场宁雪对战了秦昊，宁雪极致的天赋直接碾压了秦昊，宁雪获胜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。毕竟这场是宁雪轻松碾压，收视进战，牛掰啊！女神不愧是女神，我也好想让宁雪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拍在我的胸口之上啊！女神晋级4强，成为冠军指日可待。有人甚至将刚才那幅画面给拍了下来，传到了贴吧之上，贴吧里面都疯狂了起来。新生质量这么好，我预定了。楼上我看离死不远了，我女神也是你可以染指的。我记得女神好像已经被人染指了，4岁来着。江小毒一个新生就敢明目张胆的追求宁雪，也不看看她有几斤几两。江小毒回复之后，脸上露出笑容，准备接受大家的声讨。果不其然，楼下已经开始有人炸毛了。我操，这么不要脸，天天表白，还搞得那么文艺范。他以为自己文艺一点就能得到女神的青睐。江小毒，距离挨打还有1天的时间，哥哥还有1天时间抵达战场。别想了，一个小家伙怎么可能追得上宁雪？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小人物而已。江小毒为了增加一下他们的危机感，
把宁雪带着笑容和他在一起的图片发到了贴吧之上。操，明天组团去毒打江小毒，我说的。加上我一个，我也去，不打的他跪着求饶，老子就不姓张。第3场，江小毒和陈曦两人上场，相对而立。江小毒同学，你可要下手轻点呀！放心吧，咱们不太熟，我不会打你屁股的。话音刚落，江小毒便感觉2道目光死死地锁定住他。哼，难道你就不想占我便宜？江小毒愣了一下，你要给我钱？神特么的，你要给我钱？这小子到底是真的没听懂，还是假装不知道？寿光之剑，他的头顶出现了一把全部由白色的光芒组成的大剑，大剑直接向着江小毒冲了过来，一剑劈下。江小毒也不含糊，双臂交叉，想要挡住这把光剑。完了，小毒嘴就这样被美色诱惑到了。这尼玛又不是拳脚，这是光剑啊！你拿胳膊挡有个屁用！骄傲自大，输了活该。傻子吗？在众人议论的一瞬间，光剑砍在江小毒交叉的手臂之上，江小毒强行一脚踏出，气血爆发，曙光之剑直接被强行震碎。我那么强大的一击，仅仅是给对方造成2道血痕，这是什么肉体怪物吗？小毒嘴，你要是不闪不避的接下姐姐这一剑，姐姐就自愿认输，怎么样？敢吗？太好了，求之不得呢，快来！只见剑身长到10米，直达天际，众人在剑面前如同蚂蚁。看剑，江小毒能接住这一剑吗？江小毒抬起头，看着从天而降的这把巨剑，猛然一脚踩在斗武场之上。谁赢了？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之中，光芒渐渐散去，露出来里边的身影。是的，江小毒的身体依然站得笔直，十分开心的笑着。你输了。陈曦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江小毒连这样的攻击都能承受下来，确实足够强悍。小毒嘴果然很强，我认输。承让。4强赛人选确定。在主持人高昂激动的声音之下，4人走上了斗武场。江小毒、罗军、宁雪、程霸。为什么都是2个字的名字？笨蛋，因为2个字的名字好记。江小毒看到这个结果，不由自主地看向宁雪。小雪儿，你要是打我，算不算家暴？滚！得嘞，不过先拍一张照。宁雪已经习惯性配合，美丽的双眼看向镜头。纵使雪儿虐我千百遍，我始终拿雪儿当初恋。欢迎观看梁武现场。喜欢宁雪的第16天小雪儿。小雪儿，你要和小毒嘴打了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帮我报仇雪恨。有本事就自己来找我打，找宁雪算什么本事？你懂个屁！我和宁雪已经好到是一个人了，所以宁雪教训你就相当于我教训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怪不得我当初打你的屁股，宁雪虽然生气，但是没有吃醋，原来打你的就相当于打宁雪的。气死我了，雪儿，你一定要狠狠的打他，打死他帮我出气。放心吧，雪儿打我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连还手都不会还手。你什么意思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就是我任你轰炸，打趴下我算我输。如果你所有的技能都是放完了，我还没，那么你输。果不其然，宁雪身上的冰寒气息瞬间加重了几分，周围的温度都在迅速的降低。好，半个小时后，半决赛开始，宁雪对战江小毒。小毒嘴对阵女神，小毒嘴亲自在微博上说的。这场比赛到底是女友报答男友，还是男友雄风不减征服女友？大型撒狗粮现场，我感觉今天能吃个饱饭。比赛开始，宁雪眼眸冰冷至极，在裁判声音响起的一刹那，一股寒雾快速的升腾了起来。冰封夹杂着寒雾的冰雪直接吹在江小毒的身上，江小毒的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上一层冰霜。丁受到寒气攻击，抗寒性加1。江小毒向前走路不急不缓，就如同日常的走路一般无二。一股股气血开始出现在江小毒的身上，江小毒就如同穿上了铠甲一般。冰刀！宁雪一声低喝，肆虐的狂风之中，寒雾快速的凝结成一枚枚冰刀，在狂风中飞舞。小雪儿来！太惨了，实在是太惨了！小毒嘴连还手都不敢还。不错，没有还手还算是一个男人。不过宁雪下手有点狠了吧？你看看小毒嘴冻成什么样子了。小毒嘴，还手啊！大不了拿到冠军之后跪榴莲。学生们议论纷纷，果真是大型的家暴现场。女友暴打男友，男友在冰天雪地身穿短袖瑟瑟发抖，这标题就让人忍不住点开观看啊！宁雪看到江小毒仍然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，心中更加的愤怒。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凭借肉身挡住冰刀。随着宁雪意念一动，瞬间无数的冰刀在冰封之中飞速的向着江小毒身上切割而去，无数声密密麻麻金属撞击一般的声音响起，无数的冰刀切割在江小毒的气血之上，江小毒的气血在快速的消耗着，同时抗寒性也在飞快的增加。小雪儿，你的寒气不行啊，怎么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冷？宁雪身上的寒气越发的浓郁，
整个斗武场的地面上都被覆盖上一层薄冰。丁，抗寒性升级为御寒，给力啊！给力是吧？老娘给你来点更加给力的。我就说，我之前都说过，小毒嘴有受虐倾向，你们看看我说的到底有没有错？大家都知道江小毒是抖爱吗？宁雪现在气得活生生把寒气的掌控力都提升了一个台阶。江小毒全身充满了冰雪。咦，你怎么进去了？江小毒从兴奋中回过神来，有些奇怪地看向宁雪，他竟然从宁雪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失神。好，继续。宁雪精神力疯狂地运转，所有的冰霜似乎都在轻轻地颤抖。冰棒。这时候，无数的冰霜轰然炸开，一股股翻滚的冰霜向着四面八方翻腾而去，轰鸣声此起彼伏。江小毒的身体直接被笼罩在无穷无尽的冰霜之中，一场爆炸足足持续了2-3分钟的时间。宁雪脸色苍白，感觉自己的精神力都要被抽空了，但是再看江小毒，跟没事人一样，傻傻的笑着。江小毒牛逼！经过为时2天的角逐，军训大赛只剩下了2人，半个小时后就会开始总决赛，一举选出来2-5-2高的新人王。我到你们操场了，你在哪？我看到你了，在那待着别动。江小毒。对。我叫秦冉，如果关系不错的过，我应该是你的师姐，以后你的训教就交给我了。秦冉的提前到来让江小毒感觉非常错愕的，但是让江小毒更加错愕的却是秦冉的年龄，20岁。你和我爸是什么关系？如果非要说关系吧，应该是徒弟，也就是你的师姐。我老爹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如果说老师的话，他应该是一个伟大而又真实的人，是一名强者，是一位痴情人，是一位英雄。强者。江小毒回想了一下自己老爹的形象，不由得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。算了，你能告诉我老爹失踪在哪个异次元空间的上层空间了吗？这个问题只有等你接触到通天境界的时候才能告诉你，现在告诉你的话没有丝毫用处。那你总能感觉我爹是什么实力吧？你只需要知道，在这个梁郡市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得过老师就行。我的背景好牛叉啊，可是自己还没有做出来什么牛叉的事情，自己这个背景就塌了。算了，比赛快开始了，快回去比赛吧。你多少名？江小毒这就很舒服地眯起了眼，一副高手的模样。第一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你就给我搞一个第一，看来自己这个小师弟有些皮呢。比赛开始，江小毒和罗军，一个是本届天赋极其妖孽的学生，天才一般的最强者，而另外一个也是这届军训大赛最大的黑马，以14班的身份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硬生生凭借自身实力，将一个个种子选手踩在脚下的最强黑马。这场比赛看点十足。小毒嘴必胜！小毒嘴黑马逆袭冠军，江小毒打败一班，让他们知道资质差同样可以夺冠。无声无息之中，江小毒竟然累积了一批粉丝，都在为江小毒加油。江小毒花里胡哨，怎么可能战胜罗军？你们都没有听说过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，这才是强者好不好？有没有人打个赌？我赌罗军胜，1比3的比例。卧槽，你是想赔死？我赌了。我压江小毒胜，压5000。5000，杜大小姐压了5000。来，还有谁来？坐庄的是一个小胖子，此时小眼睛眯着，看起来格外的精明。我压罗军1000。想要开学之际得到一个炫富的机会吗？想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吗？想要给自己心仪的女生或者男神买一些让他惊喜欲狂吗？来，买定离手，这一个猜测你猜不了吃亏，这个猜测你猜不了上当。小胖子的眼睛眯着，脸上的兴奋几乎要溢出来一般。我压罗军500，我压罗军1000。小毒嘴很强，你们没有发现小毒嘴每次任凭别人打，自己都不会受太重的伤吗？所以小毒嘴这么厉害，我压罗军。精辟，我压罗军500。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，我们2-5-2高终于迎来了本次军训大赛的总决赛。让我郑重地介绍2位在新生之中可以称得上强者的决赛选手。一位来自一班的绝对种子选手罗军同学，罗军的枪技大家有目共睹，枪势沉重霸道，如同神龙出云，雷霆降世。而另一位则是本次军训大赛最大的惊喜，同样是最为强大的黑马，被人戏称为小毒嘴的江小毒同学。众所周知，我们2-5-2高的分班策略是以文化课成绩以及资质划分，罗军的天赋是接近 S 级的资质的，但是你们想知道江小毒同学的资质吗？想，当然想，不过江小毒最起码也是 B 级的资质吧。我也猜测是 B 级，应该快要达到 A 了，应该是因为文化课的成绩才会分配到14班的。秦然挑了挑眉头，他原本没有想到江小毒竟然已经进入军训大赛的决赛的。自己老师不是说没有训练过江小毒吗？他之前想要看看江小毒的资料，但是江小毒的一切都被老师给遮盖了。如果他不是江上最信任的弟子，
甚至都不知道老师还有一个儿子。看来大家都想要知道，那么我要先问问江小毒同学，你愿不愿意公布自己的资质呢？江小毒认真的想了想，随后摇了摇头。好吧，既然江小毒同学不愿意公布，那么咱们也不能强人所难。现在我宣布，军训大赛总决赛现在正式开始。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。同样，我足足等了1天半的时间。你应该具备一些属于强者的品质的，都已经总决赛的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那么油嘴滑舌？好，江小毒深吸了一口气，身上的气势顿时变了，一股天下群雄舍我其谁的气息从他的身上升了起来。这是一种有我无敌的气势。这才是真正的江小毒吗？他怎么可能有这种气势？啥？你就只有这点水平吗？你败了。话不要说得太早，这只是热身而已。其实我也是玩枪的，我真请来一把长枪。可以给他。跟我是同类型的武器吗？那我就接受你这无聊的挑衅好了。本场比试，江小毒获胜。我宣布第45届梁郡市度小军训大赛冠军为江小毒。老子赢了，老子下了3000。我老早说过，这小子就是最大的黑马。老爹，你儿子已经迈出第1步了，很快我就能把你带回来了。丁获得校级军训大赛冠军，奖励技能点10点。有意外之喜呀，这还能给点儿技能点。现在有请获奖选手上台举行颁奖仪式。前8名以江小毒为首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之中走上了主席台。这次好样的，我期待你在梁武新生大赛之中的比赛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奖励发放完毕，江毒几人走下讲台，轮到卢向平演讲。我们这次白银武器还不错，应该够你用一段时间了。丁检测到熔岩膜将灵核是否吸收，吸收灵核可自主选择其中所蕴含的一个技能。哟，没想到这个人机系统还有这种高级功能呢。江小毒暂时没有吸收，而是拿出了最后一个奖励物品武技钢铁之躯。和我的技能就差1个字，系统也不给提示，有点儿鸡肋了呀。不知不觉我已经达到了气血6级的地步，我还真是个小天才。这次表现的还不错，不过这才是刚刚开始，真正的战斗可不是这些学校里玩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其实我更想知道师姐过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。按照老师的叮嘱，过来照顾你。照顾我？你会洗衣做饭吗？不会。那你会赚钱吗？不会。这哪里是照顾我呀，这不是来了个白吃宝吗？我可以训练你，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强者。啊，你这丁支付宝到账5万元。啊，是金钱的声音，舒服了。这是家里的钥匙，你先回去吧，位置你应该清楚。秦冉离开后，江小毒也悄悄地来到了教学楼后面。沈教官已经在此等候多时。小沈，我准备好了，快来用力的蹂躏我吧。小沈，我看你真是皮痒痒的。此时见到江小毒溜走的宁雪也偷偷跟了过来。这是什么变态声音？难道说不会吧？明明江小毒就在拐角处，可宁雪硬是不敢往前再迈一步。多用点力啊，教官，好爽啊！师傅啊，差不多了，该到我去上面了。江小毒这王八蛋到底在干什么？宁雪终究是忍不住往前走了。还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。不过现在江小毒这小子都变得这么强了吗？没事吧，江小毒？没事，就是太舒服了，给我爽飞了。体内的奇异力量不断的修复着江小毒的身体。江小毒看了一眼属性面子，自己果然没有抬头，是真的可以无限提升，只要不被一瞬间打死。你没事吧？江小毒没想到宁雪也跟了过来，赶忙装作正经的样子。没事，我现在就能站起来。这次心服口服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小沈，你这个格斗技巧不怎么样啊，没有压力啊，还得需要加强。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，我要归队了，咱们有缘再见。沈手头也不回的就溜走了，生怕江小毒这小子跟膏药似的又粘上自己。小沈多好的一个人啊，就是胆子好像有点小。看到沈手离开了，宁雪才有机会说话。你怎么会这么强？这一问把江小毒难到了，貌似没办法解释。哎呦，我头好昏呀，要站不住了。江小毒身体一软就要倒下，宁雪下意识的扶住了他，江小毒毫不客气的把脸靠在宁雪的胸前。小雪儿，我感觉有点死了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刚才你面对教官不还是生龙活虎的吗？都是装的，我也是要面子的，但是对你就不一样了。少贫嘴，这伤势不应该去校医院治疗一下吗？不用，我从小伤势就恢复的特别快，体质异于常人。既然江小毒不愿意，宁雪只能无奈的扶起江小毒向着学校外面走去。一路上无数学生见了这一幕都议论。雪儿，你喜欢那些追求者吗？难道江小毒吃醋了？不喜欢，不喜欢就好。还好不喜欢，这下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帮助宁雪清理一下她的追求者了。
看他这副样子，果然是吃醋了。一个年轻人站在校门口，准备跟宁雪告白。可这时，江小毒搂着宁雪，当着他的面出了校门。喂，你们两个！陈静龙，快看快看，陈静龙军训前8强。他跑咱们这里干什么来了？还能干什么呀？看他这军装打扮，就知道来求爱了。这可是前8强，号称每一个都有咱们学校冠军的水平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宁雪，你和他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3年，我追了你3年，难道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心意吗？我拒绝了你3年。你学你，哈哈，你的追求者。看着二人的模样，江小毒忍不住咧嘴笑了出来。你笑你马！这声嘲笑刺激到了陈静龙的内心，他突然向着江小毒狠狠抓了过去。小舔狗，我今天身上有伤，不怎么想打架。看着自己喜欢3年的女人，此时竟在别人的怀中，陈静龙丧失了理智。给老子死！我都说了我有伤，说你舔狗你还不乐意，追了3年都不鸟你，你还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是不是贱呀？让你在我面前装，看我不把你揍的连你妈都不认识你。等江小毒打爽了，看到身后的宁雪，还想到自己是不是突然忘了点什么。他好强，我的伤势又严重了。江小毒又开始摇晃起来，可宁雪却一动不动，丝毫没有过来扶的意思。好吧，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的伤势好的这么快。无聊。宁雪没有理会江小毒，直接转身离去。等到确认江小毒没有追过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是到底怎么了？竟然在这么多同学面前跟江毒搂搂抱抱。另一旁的江小毒在回家的路上抽空看了一眼自己的实力。气血境10级2个大师级别的技能，这种实力暴涨的感觉爽爽爽！一脸傻笑的江小毒打开了自己的家门，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一幕。不是吧，高冷的大佬也会看白痴的肥皂电视剧？明天跟着我进火神窟。可啊！你的实力太弱，需要去异次元空间训练，仅仅凭借学习是没有办法让你快速成长的。可是我能进吗？我带着你就可以进，你做好准备，我回房间了。对了，我加你一个 VX， 给你推荐一个 App， 或许对你有帮助。吃完饭后，江小毒研究起了这个叫武者的 App。原来如此，还好我看了攻略，不然明天恐怕还不得被揍死。对了，我还没吸收岩溶魔将的灵核呢。丁，吸收到白银技能研爆。丁，抗火性+2，又变强了，哈哈，未来可期呀！半夜，宁雪呆呆地看着微博，可一直到了半夜12点，她的微博都没有任何的提示响起。第二天9月1号，学生们都开启了新的学期，而江小毒则是被秦冉早早地带到了火神窟所在的区域。止步！两人跨入警戒线的一瞬间，4个军武者迅速出现。进火神窟，这是我的证件。4名军武者看到黑色证件的一瞬间，脸色严肃了几分，直接对着秦冉敬了一礼。长官，4人这动静吓了江小毒一跳，不禁好奇起秦冉到底是什么身份。检查一下吧。一名军武者脸色敬重地接过那个证件，仔细的观察之后还给了秦冉。长官，这位是……秦冉没有说话，随后从口袋中再次拿出来了一个白色的证件。4名军武者愣了一下，整齐划一的又对着江小毒敬了一礼。放行。围墙上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江小毒感觉这4名军武者面对他的时候，眼中的尊敬比面对秦冉的时候还要浓重。刚才那个白色的小本本是什么东西？军武者烈士子女证。秦冉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苦涩，江小毒心中也百般不是滋味。我老爹只是迷失在上层空间之中了，又没有死亡，为什么我要有这个证书？这120年，军武者在上层空间之中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有18624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的。江小毒心中一阵抽搐，可是他坚信着，只要他没有亲眼见到老爹的尸体，那么老爹就一定活着，没有其他可能。火神窟面前，火红色的结界上出现了一个正常大小的门户。火神窟现在已经基本上稳定了，所以更多的热武器都已经隐藏了起来，真正留守的军武者并不是太多。还有热武器？在异次元空间里，所有的科技设备都无法使用，但是在结界之外却可以使用。一般情况下，新的异次元空间开启的时候，都会进行一次热武器洗礼，将想要冲入地球的生物全部摧毁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既然任何科技设备都无法使用，那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给小雪儿表白了？想到这里，江小毒的身体突然僵硬了一下。昨天是不是忘了给小雪儿表白了？上层空间到底是什么？如果真的迷失在上层空间之中，我希望你小子做一些准备。当然事情无绝对，也有人从上层空间之中归来过。等你强大到一定的境界之后，同样可以前往上层空间寻找你的父亲。什么是上层空间？全球绽放出成千上万的异次元空间，里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，甚至有些生物和人类相似。每一个异次元空间都会存在一个核心所在，这个核心名字叫做天星。截止到今，这100多年间，几乎每年都会有士兵或者普通的武者误入上层空间，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回来了。小子，如果想要再见你父亲，只有你努力成为一个强者才有希望。如果你颓废，那么就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再见到你的父亲。坚强。我知道了。行吧，自己好好想想，你还年轻，
未来有无数种可能。江小毒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家的。原本感觉格外自由自在的家中，此时江小毒竟然感觉到一种深切的孤独感。姓名江小毒，实力气血境4级7%，技能钢铁身躯精通6%，鞭法小成1%，格斗精通4%，距力小成6%，抗寒性小成5%，耐力小成8%，技能点4。对，我拥有系统。老爹，等着，我很快就会成长起来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去上层空间找你。希望你到时候看到一个强大的儿子，不会被吓到。几天下来，整个军训大赛此时只剩下14人：1班的罗军、秦昊，2班的陈曦、陈子道，3班聂龙和林修远，4班的程霸，14班宁雪和江小毒，6班的杜烟。我宣布，8强争夺赛正式开始。小雪儿，你多少号？13。那还好，咱俩不会对上，要不然你止步8强多可惜。你多少号？4号。杜烟脸色顿时有些不自然了起来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是10号吧？哼，王八蛋，终于让我等到你了！老娘保证在斗舞场上抽趴下你。真可怜，遇到谁不行，竟然遇到了我。很快就轮到江小毒对战杜烟。小嫣嫣，你干脆认输不就得了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我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再揍你一顿多不好。王八蛋江小毒，给老娘看掌！杜烟完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狠抽江小毒一顿。杜烟会是江小毒的对手吗？我为什么突然感觉杜烟有些悬啊？毕竟江小毒可是打败了2个种子选手的人。杜烟虽然很强，但是距离种子选手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。不管能不能打得过，我只想看杜烟挥舞小胖手的姿态，甚至还有些想要挨抽。江小毒嘴贱，就应该狠狠的抽他。想起来杜烟抽在江小毒的身上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斗舞场之上，杜烟双手生火，虚空之中一声炸响，随后双手便燃烧起来火焰，向着江小毒抽了过去。丁，遭受掌法抽击，鞭法+1。丁，遭受火焰灼烧，抗火性+1。让你平常嘴贱。你们说他们2个在斗舞场之上到底在做什么？秀恩爱吗？我怎么感觉这是一场 SM 秀？是杜烟没有用力，还是江小毒太过于皮糙肉厚了？你能不能大点力气？瞬间杜烟就气炸了，身上的火焰暴涨，一拳一拳爬向江小毒。江小毒不闪不避，任凭火拳落在胸口，随后满足的出了一口气。火拳我好像也会一些呢。江小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了出去，观众席上安静了一下。他想做什么？不只是江小毒升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许多的学生也情不自禁地升起了大胆的想法。杜烟有些懵逼了。江小毒也会火拳？江小毒手上出现蓝色的火焰，反身向杜烟冲了过去。杜烟虽然战斗力不错，但是防御一点没有。我去，这家伙真的会火拳，他到底还有多少招？我认输，我认输。一上午时间，8强的名单出来了：江小毒、秦昊、罗军、宁雪、陈子道、陈曦、程霸、聂龙。同学们，随着1天半的紧张角逐，经历了56场精彩绝伦的战斗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激动人心的8强赛。此次军训大赛的精彩程度出乎意料，14班有2匹黑马杀出而鸣。那么接下来，有请8位同学上台抽签决定对手。全场带来了热烈的欢呼声。这时候，现场已经不只是高1的学生，还有高2、高3的，他们明天就要开学，有的人已经提前来到。听说这一届的学弟学妹比较格外的出色，还有许多漂亮的妹子，果然贴吧上没有骗我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听说杜妍的妹妹被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打了屁股，而且那小子还疯狂的和宁雪表白，当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等着吧，等到决赛结束，还会有好戏看的。一个个小道消息不断的被几个高2学生说出，还有人看向了远处那一个火红色头发的身影，杜妍的哥哥。这家伙可是一个武学狂魔，看着那一头仿佛火焰一般燃烧的头发，这家伙到底吸收了多少火灵核？而杜妍正在看着江小毒，江小毒也看到了他，并伸出大拇指。他好像真的不认识杜妍，但是无论他认识不认识，我已经敢确定，这家伙绝对废了。杜妍发火，那可是真火啊！这小子够有种，我已经期待他被教训的时候痛哭流涕的表情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哥来者不善，再加上刚才江小毒的动作，我老哥不会想直接打死江小毒吧？你都被欺负了，我还能不来？谁说我被欺负了？没有，别听其他人胡说。那还叫没有被欺负？连我妹妹的便宜都敢占，当我杜妍是死人吗？哎呀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江小毒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这件事你别管，我自己解决。这件事你别管，我来解决。
别，你千万别管，江小毒真的没有占我便宜，那只是我俩动手切磋巧了而已，你插手算什么？我现在长大了，我自有判断。哥，你再这样我真的生气了。杜岩愣了一下，眼神开始诡异了起来，死死地盯着自己妹妹。你那么紧张，那小子不会是喜欢上了她吧？杜岩张了张嘴，差点一口气没有提起来，随后脸蛋爆红。杜岩，你再给我胡说八道，我一定要告诉爸妈，撕烂你的嘴，打烂你的屁股。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不会怎么着他，但是简单的教训一下还是必须的。刚才你也看到他主动挑衅的我，如果我不出手，多没有面子。不行，我的仇我要亲自来报。随即他的目光看向了江小毒，带着一丝可怜。被我老哥盯上了，恐怕会变成烤乳猪吧。第二场宁雪对战了秦昊，宁雪极致的天赋直接碾压了秦昊，宁雪获胜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。毕竟这场是宁雪轻松碾压，收拾近战，牛掰啊！女神不愧是女神，我也好想让宁雪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拍在我的胸口之上啊！女神晋级4强，成为冠军指日可待。有人甚至将刚才那幅画面给拍了下来，传到了贴吧之上，贴吧里边都疯狂了起来。高一的新生质量这么好，我预定了。楼上我看离死不远了，我女神也是你可以染指的。我记得女神好像已经被人染指了，4岁来着。高一14班江小毒，一个新生就敢明目张胆的追求宁雪，也不看看她有几斤几两。江小毒回复之后，脸上露出笑容，准备接受大家的声讨。果不其然，楼下已经开始有人炸毛了。我靠，这么不要脸，天天表白，还搞得那么文艺范。他以为自己文艺一点就能得到女神的青睐。高一14班江小毒，距离挨打还有1天的时间，哥哥还有1天时间抵达战场。别想了，一个小家伙怎么可能追得上宁雪？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小人物而已。江小毒为了增加一下他们的危机感，把宁雪带着笑容和他在一起的图片发到了贴吧之上。操，明天组团去毒打江小毒，我说的，加上我一个，我也去，不打的他跪着求饶，老子就不姓张。第3场江小毒和陈曦两人上场，相对而立。江小毒同学，你可要下手轻点呀。放心吧，咱们不太熟，我不会打你屁股的。话音刚落，江小毒便感觉2道目光死死地锁定住他。哼，难道你就不想占我便宜？江小毒愣了一下，你要给我钱？神他妈的，你要给我钱？这小子到底是真的没听懂，还是假装不知道？寿光之剑，他的头顶出现了一把全部由白色的光芒组成的大剑，大剑直接向着江小毒冲了过来，一剑劈下。江小毒也不含糊，双臂交叉，想要挡住这把光剑。完了，小毒嘴就这样被美色诱惑到了，这尼玛又不是拳脚，这是光剑啊！你拿胳膊挡有个屁用！骄傲自大，输了活该。傻子吗？在众人议论的一瞬间，光剑砍在江小毒交叉的手臂之上，江小毒强行一脚踏出，气血爆发，曙光之剑直接被强行震碎。我那么强大的一击，仅仅是给对方造成2道血痕，这是什么肉体怪物吗？小毒嘴，你要是不闪不避的接下姐姐这一剑，姐姐就自愿认输，怎么样？敢吗？太好了，求之不得呢，快来！只见剑身长到10米，直达天际，众人在剑面前如同蚂蚁。看剑，江小毒能接住这一剑吗？江小毒抬起头，看着从天而降的这把巨剑，猛然一脚踩在斗武场之上。谁赢了？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之中，光芒渐渐散去，露出来里边的身影。是的，江小毒的身体依然站得笔直，十分开心的笑着。你输了。陈曦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江小毒连这样的攻击都能承受下来，确实足够强悍。小毒嘴果然很强，我认输。承让。4强赛人选确定。在主持人高昂激动的声音之下，4人走上了斗武场。江小毒、罗军、宁雪、程霸。为什么都是2个字的名字？笨蛋，因为2个字的名字好记。江小毒看到这个结果，不由自主地看向宁雪。小雪儿，你要是打我，算不算家暴？滚！得嘞，不过先拍一张照。宁雪已经习惯性配合，美丽的双眼看向镜头。纵使雪儿虐我千百遍，我始终拿雪儿当初恋。欢迎观看252高大型家暴现场。喜欢宁雪的第16天小雪儿。高一14班江小毒。小雪儿，你要和小毒嘴打了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帮我报仇雪恨。有本事就自己来找我打，找宁雪算什么本事？你懂个屁！我和宁雪已经好到是一个人了，所以宁雪教训你就相当于我教训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怪不得我当初打你的屁股，宁雪虽然生气，但是没有吃醋，原来打你的就相当于打宁雪的。气死我了，雪儿，你一定要狠狠的打他，打死他帮我出气。放心吧，雪儿打我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连还手都不会还手。你什么意思？
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就是我任你轰炸，打趴下，我算我输。如果你所有的技能都释放完了，我还没，那么你输。果不其然，宁雪身上的冰寒气息瞬间加重了几分，周围的温度都在迅速的降低。好，半个小时后，半决赛开始，宁雪对战江小毒。小毒嘴对阵女神，大型家暴现场，小毒嘴亲自在微博上说的。这场比赛到底是女友报答男友，还是男友雄风不减征服女友？大型撒狗粮现场，我感觉今天能吃个饱饭。比赛开始，宁雪眼眸冰冷至极，在裁判声音响起的一刹那，一股寒雾快速的升腾了起来。冰封夹杂着寒雾的冰雪直接吹在江小毒的身上，江小毒的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上一层冰霜。丁受到寒气攻击，抗寒性加1。江小毒向前走路不急不缓，就如同日常的走路一般无二。一股股气血开始出现在江小毒的身上，江小毒就如同穿上了铠甲一般。冰刀！宁雪一声低喝，肆虐的狂风之中，寒雾快速的凝结成一枚枚冰刀，在狂风中飞舞。小雪儿来！太惨了，实在是太惨了！小毒嘴连还手都不敢还。不错，没有还手还算是一个男人。不过宁雪下手有点狠了吧？你看看小毒嘴冻成什么样子了。小毒嘴，还手啊！大不了拿到冠军之后跪榴莲。学生们议论纷纷，果真是大型的家暴现场。女友暴打男友，男友在冰天雪地身穿短袖瑟瑟发抖，这标题就让人忍不住点开观看啊！宁雪看到江小毒仍然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，心中更加的愤怒。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凭借肉身挡住冰刀。随着宁雪意念一动，瞬间无数的冰刀在冰封之中飞速的向着江小毒身上切割而去，无数声密密麻麻金属撞击一般的声音响起，无数的冰刀切割在江小毒的气血之上，江小毒的气血在快速的消耗着，同时抗寒性也在飞快的增加。小雪儿，你的寒气不行啊，怎么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冷？宁雪身上的寒气越发的浓郁，整个斗武场的地面上都被覆盖上一层薄冰。丁抗寒性升级为御寒，给力啊！给力是吧？老娘给你来点更加给力的。我就说，我之前都说过，小毒嘴有受虐倾向，你们看看我说的到底有没有错？大家都知道江小毒是抖爱吗？宁雪现在气得活生生把寒气的掌控力都提升了一个台阶。江小毒全身充满了冰雪。咦，你怎么进去了？江小毒从兴奋中回过神来，有些奇怪的看向宁雪，他竟然从宁雪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失神。好，继续。宁雪精神力疯狂的运转，所有的冰霜似乎都在轻轻的颤抖。冰棒！这时候，无数的冰霜轰然炸开，一股股翻滚的冰霜向着四面八方翻腾而去，轰鸣声此起彼伏。江小毒的身体直接被笼罩在无穷无尽的冰霜之中。一场爆炸足足持续了2-3分钟的时间。宁雪脸色苍白，感觉自己的精神力都要被抽空了，但是再看江小毒，跟没事人一样，傻傻的笑着。江小毒牛逼！经过为时2天的角逐，军训大赛只剩下了2人，半个小时后就会开始总决赛，一举选出来2-5-2高的新人王。我到你们操场了，你在哪？我看到你了，在那待着别动。江小毒。对。我叫秦冉，如果关系不错的过，我应该是你的师姐，以后你的训教就交给我了。秦冉的提前到来让江小毒感觉非常错愕的，但是让江小毒更加错愕的却是秦冉的年龄，20岁，仅仅是比江小毒大了4岁而已。你和我爸是什么关系？如果非要说关系吧，应该是徒弟，也就是你的师姐。我老爹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如果说老师的话，他应该是一个伟大而又真实的人，是一名强者，是一位痴情人，是一位英雄。强者。江小毒回想了一下自己老爹的形象，不由得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。算了，你能告诉我老爹失踪在哪个异次元空间的上层空间了吗？这个问题只有等你接触到通天境界的时候才能告诉你，现在告诉你的话没有丝毫用处。那你总能感觉我爹是什么实力吧？你只需要知道，在这个梁郡市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得过老师就行。我的背景好牛叉啊，可是自己还没有做出来什么牛叉的事情，自己这个背景就塌了。算了，比赛快开始了，快回去比赛吧。你多少名？江小毒这就很舒服的眯起了眼，一副高手的模样。第一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你就给我搞一个第一，看来自己这个小师弟有些皮呢。比赛开始，江小毒和罗军，一个是本届天赋极其妖孽的学生，天才一班的最强者，而另外一个也是这届军训大赛最大的黑马，以14班的身份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硬生生凭借自身实力，将一个个种子选手踩在脚下的最强黑马。这场比赛看点十足。小毒嘴必胜！小毒嘴黑马逆袭冠军，江小毒打败一班，让他们知道资质差同样可以夺冠。无声无息之中，江小毒竟然累积了一批粉丝，都在为江小毒加油。
江小毒花里胡哨，怎么可能战胜罗军？你们都没有听说过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，这才是强者好不好？有没有人打个赌？我赌罗军胜，1比3的比例。卧槽，你是想赔死？我赌了，我压江小毒胜，压5000。5000，杜大小姐压了5000。来，还有谁来？坐庄的是一个小胖子，此时小眼睛眯着，看起来格外的精明。我压罗军1000。想要开始之际得到一个炫富的机会吗？想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吗？想要给自己心仪的女生或者男神买一些，让他惊喜欲狂吗？来，买定离手。这一个猜测，你猜不了吃亏；这个猜测，你猜不了上当。小胖子的眼睛眯着，脸上的兴奋几乎要溢出来一般。我压罗军500。我压罗军1000。小毒嘴很强，你们没有发现小毒嘴每次任凭别人打，自己都不会受太重的伤吗？所以小毒嘴这么厉害，我压罗军。精辟，我压罗军500。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，我们252高终于迎来了本次军训大赛的总决赛。让我郑重地介绍2位在新生之中可以称得上强者的决赛选手。一位来自一班的绝对种子选手罗军同学，罗军的枪技大家有目共睹，枪势沉重霸道，如同神龙出云，雷霆降世。而另一位则是本次军训大赛最大的惊喜，同样是最为强大的黑马，被人戏称为小毒嘴的江小毒同学。众所周知，我们252高的分班策略是以文化课成绩以及资质划分，罗军的天赋是接近 S 级的资质的，但是你们想知道江小毒同学的资质吗？想，当然想，不过江小毒最起码也是 B 级的资质吧。我也猜测是 B 级，应该快要达到 A 了，应该是因为文化课的成绩才会分配到14班的。秦然挑了挑眉头，他原本没有想到江小毒竟然已经进入军训大赛的决赛的。自己老师不是说没有训练过江小毒吗？他之前想要看看江小毒的资料，但是江小毒的一切都被老师给遮盖了。如果他不是江上最信任的弟子，甚至都不知道老师还有一个儿子。看来大家都想要知道，那么我要先问问江小毒同学，你愿不愿意公布自己的资质呢？江小毒认真的想了想，随后摇了摇头。好吧，既然江小毒同学不愿意公布，那么咱们也不能强人所难。现在我宣布，军训大赛总决赛现在正式开始。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。同样，我足足等了1天半的时间。你应该具备一些属于强者的品质的，都已经总决赛的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那么油嘴滑舌？好。江小毒深吸了一口气，身上的气势顿时变了，一股天下群雄舍我其谁的气息从他的身上升了起来。这是一种有我无敌的气势。这才是真正的江小毒吗？他怎么可能有这种气势？啥？你就只有这点水平吗？你败了。话不要说得太早，这只是热身而已。其实我也是玩枪的，我申请来一把长枪。可以给他。跟我是同类型的武器吗？那我就接受你这无聊的挑衅好了。本场比试江小毒获胜。我宣布，第45届梁郡市第2高级武校军训大赛冠军为高一14班江小毒。老子赢了，老子下了3000。我老早说过，这小子就是最大的黑马。老爹，你儿子已经迈出第1步了，很快我就能把你带回来了。丁，获得校级军训大赛冠军，奖励技能点10点。有意外之喜呀，这还能给点儿技能点。现在有请获奖选手上台举行颁奖仪式。前8名以江小毒为首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之中走上了主席台。这次好样的，我期待你在梁武新生大赛之中的比赛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奖励发放完毕，江毒几人走下讲台，轮到卢向平演讲。我们这次白银武器还不错，应该够你用一段时间了。丁，检测到熔岩膜将灵核是否吸收，吸收灵核可自主选择其中所蕴含的一个技能。哟，没想到这个人机系统还有这种高级功能啊！江小毒暂时没有吸收，而是拿出了最后一个奖励物品武技钢铁之躯。和我的技能就差1个字，系统也不给提示，有点儿鸡肋了呀。不知不觉我已经达到了气血6级的地步，我还真是个小天才。这次表现的还不错，不过这才是刚刚开始，真正的战斗可不是这些学校里玩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其实我更想知道师姐过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。按照老师的叮嘱，过来照顾你。照顾我？你会洗衣做饭吗？不会。那你会赚钱吗？不会。这哪里是照顾我呀，这不是来了个白吃饱吗？我可以训练你，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强者。啊，你这
丁，支付宝到账5万元。啊，是金钱的声音，舒服了。这是家里的钥匙，你先回去吧，位置你应该清楚。秦冉离开后，江小毒也悄悄地来到了教学楼后面。沈教官已经在此等候多时。小沈，我准备好了，快来用力的蹂躏我吧。小沈，我看你真是皮痒痒啊。此时见到江小毒溜走的宁雪也偷偷跟了过来。这是什么变态声音？难道说不会吧？明明江小毒就在拐角处，可宁雪硬是不敢往前再迈一步。多用点力啊，教官，好爽啊，舒服啊，差不多了，该到我去上面了。江小毒这王八蛋到底在干什么？宁雪终究是忍不住往前走了。还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。不过现在江小毒这小子都变得这么强了吗？没事吧，江小毒？没事，就是太舒服了，给我爽飞了。体内的奇异力量不断的修复着江小毒身体。江小毒看了一眼属性面板，自己果然没有抬头，是真的可以无限提升，只要不被一瞬间打死。你没事吧？江小毒没想到宁雪也跟了过来，赶忙装作正经的样子。没事，我现在就能站起来。这次心服口服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小沈，你这个格斗技巧不怎么样啊，没有压力呀，还得需要加强。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，我要归队了，咱们有缘再见。沈手头也不回的就溜走了，生怕江小毒这小子跟膏药似的又粘上自己。小沈多好的一个人呐，就是胆子好像有点小。看到沈手离开了，宁雪才有机会说话。你怎么会这么强？这一问把江小毒难到了，貌似没办法解释。哎呦，我头好昏呀，要站不住了。江小毒身体一软就要倒下，宁雪下意识的扶住了他。江小毒毫不客气的把脸靠在宁雪的胸前。小雪儿，我感觉有点死了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刚才你面对教官不还是生龙活虎的吗？都是装的，我也是要面子的，但是对你就不一样了。少贫嘴，这伤势不应该去校医院治疗一下吗？不用，我从小伤势就恢复的特别快，体质异于常人。既然江小毒不愿意，宁雪只能无奈的扶起江小毒，向着学校外面走去。一路上，无数学生见了这一幕，都议论纷纷。雪儿，你喜欢那些追求者吗？难道江小毒吃醋了？不喜欢，不喜欢就好。还好不喜欢，这下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帮助宁雪清理一下她的追求者了。看他这副样子，果然是吃醋了。一个年轻人站在校门口，准备跟宁雪告白。可这时，江小毒搂着宁雪，当着他的面出了校门。喂，你们两个！陈静龙，快看，艺高的陈静龙，艺高军训前8强。他跑咱们这里干什么来了？还能干什么呀？看他这军装打扮，就知道来求爱了。这可是艺高前8强，号称每一个都有咱们学校冠军的水平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宁雪，你和他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3年，我追了你3年，难道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心意吗？我拒绝了你3年。你学你，哈哈，你的追求者。看着二人的模样，江小毒忍不住咧嘴笑了出来。你笑你马！这声嘲笑刺激到了陈静龙的内心，他突然向着江小毒狠狠抓了。小舔狗，我今天身上有伤，不怎么想打架。看着自己喜欢3年的女人，此时竟在别人的怀中，陈静龙丧失了理智。给老子死！我都说了我有伤，说你舔狗你还不乐意，追了3年都不鸟你，你还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是不是贱呀？让你在我面前装，看我不把你揍的连你妈都不认识你。等江小毒打爽了，看到身后的宁雪，还想到自己是不是突然忘了点什么。他好强，我的伤势又严重了。江小毒又开始摇晃起来，可宁雪却一动不动，丝毫没有过来扶的意思。好吧，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的伤势好的这么快。无聊。宁雪没有理会江小毒，直接转身离去。等到确认江小毒没有追过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是到底怎么了？竟然在这么多同学面前跟江毒搂搂抱抱。另一旁的江小毒在回家的路上抽空看了一眼自己的实力。气血境10级2个大师级别的技能，这种实力暴涨的感觉爽。一脸傻笑的江小毒打开了自己的家门，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一幕。不是吧，高冷的大佬也会看白痴的肥皂电视剧？明天跟着我进火神窟。可啊！你的实力太弱，需要去异次元空间训练，仅凭借学习是没有办法让你快速成长的。可是我能进吗？我带着你就可以进，你做好准备，我回房间了。对了，我加你一个 VX， 给你推荐一个 App， 或许对你有帮助。吃完饭后，江小毒研究起了这个叫武者的 App。原来如此，还好我看了攻略，不然明天恐怕还不得被揍死。对了，我还没吸收炎融魔将的灵核呢。丁，吸收到白银技能研爆。丁，抗火性+2，又变强了，哈哈，未来可期呀！半夜，宁雪呆呆地看着微博，可一直到了半夜12点，她的微博都没有任何的及时响起。第二天9月1号，学生们都开启了新的学期，而江小毒则是被秦冉早早的带到了火神窟所在的地点。止步！两人跨入警戒线的一瞬间，4个军武者迅速起。进火神窟，这是我的证件。4名军武者看到黑色证件的一瞬间，脸色严肃了几分，直接对着秦冉敬了一礼。长官，4人这动静吓了江小毒一跳，不禁好奇起秦冉到底是什么身份。检查一下吧，
一名军武者脸色敬重地接过那个证件，仔细地观察之后还给了秦冉。长官，这位是……秦冉没有说话，随后从口袋中再次拿出来了一个白色的证件。4名军武者愣了一下，整齐划一的又对着江小毒敬了一礼。放行。围墙上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江小毒感觉这4名军武者面对他的时候，眼中的尊敬比面对秦冉的时候还要浓重。刚才那个白色的小本本是什么东西？军武者烈士子女证。秦冉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苦涩，江小毒心中也百般不是滋味。我老爹只是迷失在上层空间之中了，又没有死亡，为什么我要有这个证书？这120年，军武者在上层空间之中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有18624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的。江小毒心中一阵抽搐，可是他坚信着，只要他没有亲眼见到老爹的尸体，那么老爹就一定活着，没有其他可能。火神窟面前，火红色的结界上出现了一个正常大小的门户。火神窟现在已经基本上稳定了，所以更多的热武器都已经隐藏了起来，真正留守的军武者并不是太多。还有热武器？在异次元空间里，所有的科技设备都无法使用，但是在结界之外却可以使用。一般情况下，新的异次元空间开启的时候，都会进行一次热武器洗礼，将想要冲入地球的生物全部摧毁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既然任何科技设备都无法使用，那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给小雪儿表白了？想到这里，江小毒的身体突然僵硬了一下。昨天是不是忘了给小雪儿表白了？嗨，不过就晚了1天而已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没过一会儿，滚滚的热浪扑面来，一望无尽的火山群直接给江小毒看呆住了。走吧，周围的岩溶膜已经被清空，咱们先去10公里之外的地方。半小时之后，江小毒终于见到了他人生之中第一头异次元生物。从这头岩溶膜开始杀吧，今天的任务你要杀掉50头岩溶膜。岩溶膜发出一声嘶，便向2人冲了过来。50枚岩溶膜灵核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江小毒平静地从岩溶膜碎裂的石块中取出指甲盖大小的淡红色晶片，随后大胆地冲入了火山群之中。这里大部分都是岩溶膜，所以秦冉并不会太担心江小毒的安全。安安静静地等待了几个小时后，突然一声怒吼在群山之中响起。不好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本来还想亲手打死他呢，可惜了。你没事。区一个岩溶魔将而已，我还能在这里扑街了不成？江小毒有些委屈，明明自己都打了半天了，正准备接受熔岩魔将最后绝招研爆的时候，没想到被秦冉给抢了人头。而旁边的秦冉则是在心中松了一口气。受老师嘱咐，第一次带着江小毒来异次元空间，然后江小毒竟然被一头熔岩魔将给杀了，那自己干脆自杀得了。给你，算是你的战利品。岩溶魔将的灵核飞向了江小毒，他美滋滋的接下来。暂时不用跟着我，放心吧，岩溶魔将没办法奈何我。等到岩溶之王出现的时候，你再来救我，只要到时候别晚了就行。可以。得到秦冉的应允之后，江小毒再次开始寻找熔岩魔。他发现熔岩魔喜欢在火山脚下聚拢。没过多久，江小毒果真发现了一个群落，大概有30头岩溶魔左右。哟嘿，发财了！研爆。精神力透支，耐力加1。精神力透支，耐力加1。连续2声系统提示的声音响起，脑袋瓜子里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江小毒直接跪在了地上。我勒个豆啊！一个技能就把我精神力给透支了，疼死我了！江小毒抱着脑袋缓了小1分钟，没有被秒杀的岩溶魔都跑了，可把他心疼坏了，只能捡起剩下的岩溶魔灵和缓缓的吸收。舒爽！头不疼了之后，江小毒爬了起来，开始重新寻找战斗目标。3天，江小毒足足在异次元空间里战斗了3天，直到他的脚下再次倒下一个岩溶魔将，秦冉才终于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还要去上学，走吧。好。杀掉多少岩溶魔和岩溶魔将？嘿嘿，不多，362枚岩溶魔的灵核和29枚岩溶魔将的灵核。秦冉看着江小毒手里那一大把灵核，着实有些惊讶。你突破到脱胎境了？没有啊，我现在还是气血境，似乎到了瓶颈，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突破。江小毒现在突然有种想要和秦冉打一架的冲动，他想知道被秦冉一顿胖揍，他能不能升级境界。可小冉儿啊，我的表现还算可以吧？你叫我什么？小冉儿啊，怎么了？你是觉得你年龄大不适合我这样叫你了吗？我看你是不是皮痒痒了呀？你怎么知道？小冉儿脾气这么暴躁，不担心自己嫁不出去？秦冉能够感觉到江小毒此时在做什么，他在作死，而且在疯狂作死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管目的是什么，江小毒这顿打是挨定了。气血境升级为脱胎境。好舒服，用力啊！小冉儿，哥哥好爱你。叫我什么？冉姐，冉奶奶，我错了。哼。秦冉离开了，江小毒屁颠的跟上。2人走出神火窟的时候，每个守卫看到江小毒都不自然的笑一下，弄得江小毒浑身不自在。
他们为啥一看我就笑啊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你身上有些许风霜罢了。江小毒不明所以，拿出自己3天没有动过的手机，用摄像头照了一下。啊，我成尼哥了！回到家后，江小毒舒舒服服地躺在了自己的床上。不错不错，这次的收获还可以。不过这脱胎镜需要的经验值有点变态啊，要100，挨100次打是1级，10级那就是1000次。还有个精神力9级，到了10级会不会也会升级？江小毒有些发呆地躺在床上，默默地思考着，不一会就昏昏欲睡了起来。在睡着前的一瞬间，宁雪差点一口气提不起来，脸色更加冰寒。这家伙是猪吗？难道看不出来自己生气了？这奴才告退！这个态度准是谁又惹他生气了？我跟他都3天没见了，肯定不是因为我。江小毒哪里懂得小女孩乱七八糟的心思，直接回到座位上看起了舞者 Epi。很快，江毒的目光就落在一条资讯上：集体任务，奖励天佛灵盒，还有奖金。正当江小毒准备点击参加这个任务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叫喊声：“江小毒，给我滚出来！”同样的剧情，不一样的时间。这次找江小毒的是52高的风云人物，高3的杜岩，美少女杜岩的哥哥，高2学生争霸第11名，高1的军训大赛的亚军。你脱胎镜了吗？没有到脱胎镜，可别找我，没时间。江小毒见怪不怪，没有丝毫波澜，给了杜岩一个你配吗的表情。放心，保证让你不会失望。上了脱胎镜就行，走吧，操场小斗5场。江小毒走到杜岩的面前，跟个老熟人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行，那就斗5场。杜岩这时候才明白，为什么江毒刚刚成为新人王就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了。这小子太 TM 的能装了。有些人不是你能够欺负的。别在那儿废话了，是男人就正面上我。哦，难道脱胎境界已经可以气血离体了？不可能，你才高1就脱胎镜了。切，少见多怪，金字塔的尖你了解吗？方程式的解你懂吗？天才只是见我的门槛罢了。才刚步入脱胎镜而已，你太狂了。啧啧，我走了，你别难过，你还是很强的。经验值又加了30点。江小毒美滋滋地回了教室，留下杜岩一个人怀疑人生。此时得到消息的杜岩和宁雪也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。老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毒嘴呢？杜岩摇了摇脑袋，有些垂头丧气地看了一眼两人，唉声叹气地离开了。江小毒来了，正好我要说一件事，咱们不是还没有选班长，我看江小毒就不错，从今天起，江小毒就是咱们班的班长了。谢老师已经同学们的厚爱，但是我可能不能当了，因为过段时间我可能要请假一段时间，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工作。请假？你有什么事吗？这个能私下说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既然江毒同学不当班长，那么这个班长就由宁雪同学来当。好耶！这些学生们更兴奋了，毕竟谁不想有个美女班长啊？而宁雪对于自己莫名其妙就成为了班长毫不在意。你战胜了杜岩。我怎么不记得你在观众席里？你真的打赢了杜岩？嘿嘿，卑微的平凡人啊，你永远不知道一个挂逼是怎样妖孽的存在。随后江小毒放完学之后，便直接溜向了舞者协会。你好，我要加入舞者协会。哦，小弟弟，别了。小姐姐，我没有闹，我认真的。你看，气血。真的是舞者，高一的。对的。那也不好哦，刚刚进入气血境，暂时还不能加入舞者协会。你别急，一般等到高一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你们学校会统一给你们办理注册的。我虽然是高一的，但是我不是初入气血，我现在都已经快要达到脱胎境了。前台明显有些不相信江小毒的话，不理解高一的怎么可能这么强。江小毒直接释放出大量的气血之力。哟呵，小兄弟年纪轻轻，没想到就已经达到气血巅峰了，不错，小青给他办理一下手续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拯救世界的好苗子，想不想加入我们稽查部啊？工资高吗？小伙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年纪轻轻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。我看你一身正气，也是嫉恶如仇之人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，切不可被这世俗铜臭所累，坏了一颗武者之心啊！所以没钱。只是暂时没钱，你可以先实习1年，1年之后转正便可以领工资了。想想自己1年后还年纪轻轻就可以领工资养活自己，是不是有很大的自豪感？我记得稽查部不是每个月都有1万津贴里。话是这样说，不过这位少年不一样，他是金钱如粪土，武者之心坚不可摧。别说了，只要钱到位，我立马就职。我没钱。不是，稽查部也不能让我白干活吧？你们这样，谁愿意加入稽查部啊？哎呦喂，小兄弟，梁军这5线小城市，我们每年的经费都不够用，哪有钱来随便挥霍，随便招新人啊？行，那我不要钱了，福利总该有点儿吧？哦，你想要什么福利？给我一个公务员编制呗，不用上班儿还能有钱赚的那种，一个月给个7、8千就好。别闹了，有这编制我自己早就站上了。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你们想让马儿跑，还不想让马儿吃草。小伙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
现在想要这个职位的人从城东派到城西去了，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站了。抱歉，现在我还是学生，只想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所以还是不参加稽查部了。哎，到底还是年轻啊，不知道这次机会的可贵。回到家中，江独告诉了秦冉这个事情。这个任务我听说了，是一个特殊的异次元空间，只能允许古龄在20岁之下的武者进入，我恐怕没办法陪你进去。所以你已经20多岁了？我看你是皮又痒痒了是吧？周六周日这2天被秦冉预定的是前往异次元空间训练，但是这次来到火神窟的时候，却在入口处碰到了熟人杜岩2兄妹，还有宁雪和另外一个男子。呀，小毒嘴，你怎么也来火神窟了？真巧，你们也在这。对呀，听说咱们学校的新生很快就要进入火神窟历练了，所以我让我哥提前带着我们来看看。我也是抱着这个想法，雪儿也在，想我没有。这家伙就不能正经一次？宁雪没有搭理江小毒，反倒是旁边的高3学生看了过来。你就是江小毒？我就是。不对啊，正常情况下你不应该回问一下我是谁吗？哼，果然像传闻一样无比自大，不知道你的拳头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？江小毒没有再搭理他，反而看了一眼杜岩。杜岩脸色复杂，他已经1周没有见江小毒，但是被江小毒打败的事情还是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。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好，小雪儿，我先走了，咱们火神窟中有缘再见，不过记得要离某些人远点啊。距离出口10千米处，我放了一个东西，你去给我取回来，并且带过来10个岩溶魔酱的灵盒。江小毒点点头，向着火神窟一个人快速的奔跑起来。江小毒已经对岩溶魔不感兴趣，岩溶魔也追不上他，只有岩溶魔酱才能让江小毒抽出背后的盘龙棍。江小毒一边赶路一边击杀岩溶魔将。将近过了1个小时，江小毒才见到秦冉放着的东西，是一面画着红色沙子的黑旗。正当江小毒要拔旗的时候，一束强光突然照了过来，落在了江小毒的眼睛上。军事重地，禁止入内，立即离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江小毒举起双手愣在了原地，没想到火山里面还有军事重地。我是252高的学生，我是来取我的试炼物品的，我是好。还没等江小毒说完话，火神窟中的各个方向突然升起了白色的信号弹。好奇怪，红色的信号弹是求救的意思，那这白色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与此同时，在入口等待着的秦冉看到了白色的信号弹，瞬间脸色大变。该死，那种信号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秦冉爆发出自身的全部实力，瞬间消失在原地，向着江小毒的位置冲去。江小毒，你小子这时候可千万不要皮，要不然会死人的。如果你要是被误杀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谁？身份？杀军第2军团麾下碎星队队员，特殊任务执行人秦冉，这是我的证件。身份？杀军第4军团麾下暴熊队队员吕宇。对方检查了一下秦冉的证件，但是依然没有放松警惕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的级别没有向我询问的权利。你们的队长呢？特殊时期，有敌国势力潜入火神窟，请见谅。秦冉在梁郡市执行特殊保护任务，任务等级3颗星，可以查询。另外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？对方是我保护的目标，烈士的唯一后代，这是他的烈士子女证。男人接过证件，仔细探查了一下，瞬间身体站直，笔直的敬了一礼。见到了，没有伤害他，已经将他押入基地，我可以带你过去见他。走吧。此时的江小毒在牢狱正百般无聊，周围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丁，精神力遭受气势碾压，精神坚韧度加1。丁，精神坚韧度升级进阶为不屈之心。你是谁？来做什么？我叫江小毒，来这里挨打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我试炼的，需要验证一下我的身份吗？我绝对是好人，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。现在在执行特殊任务，任务期间恐怕你都要待在这里了。暴熊，这是我的人。你咋会在这里？特殊任务。我们也在执行任务，你们要在这里暂时待上一段时间，任务结束你们才能离开，哪怕是手淫。敌人是哪方的人？需不需要帮忙？一是红果偷渡势力，但是幕后之人还没有确定，对方的目的也没有查明，暂时不需要帮忙。暴熊刚说完，外面突然响起了剧烈的轰鸣声，整个山洞都开始颤抖起来。不好，我先走了。你在这里老实的待着，我出去帮忙。周围又只剩下江小毒一个人，他直接拉开铁栅栏，从监牢里走了出去。我勒个乖乖，外面这是世界末日了吗？正当江小毒感叹着外面的景观的时候，2个彪形大汉互相殴打着，向这边冲了过来。那不是暴熊了，太变态了，竟然在岩浆里打架！要是我也能在岩浆里打架就好了。等等，系统爸爸，你可要给点力呀！丁，受到岩浆灼烧，钢铁身躯加1，浴火加1。丁，
钢铁身躯升级为不灭金身，丁，浴火升级为完美级。爽！嘿嘿嘿，这场战斗到底是我赢了，只要取走东西，然后炸掉火神窟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个小日子选手，敢不敢跟我碰一碰？快走啊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嘿嘿，不自量力。你是废物吗？这么点力气，给老子挠痒痒呢！给我死！不要啊！曾经有一个刚步入武道的高中生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死去的时候，我才追悔莫及。人间最痛苦的事儿。可，妈卖批，这家伙也太难打了，我的力量居然破不开他的防御，只能依靠借力才弄死他。熊大，你没事吧？小子，你没事儿？有，现在浑身无力，动不了一点。暴熊大哥，你们是什么境界的实力呀？他怎么这么难对付？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到现在我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你小子真的是可以，对方化神境界的武者比我还强，竟然被你给干掉了。我操了，化神不是金身，比我多了2个境界的，让我给干掉了。你小子现在是脱胎境吧？没错，刚刚进入脱胎境。你一个脱胎境咋会有这么强大的肉身呢？这岩浆的温度之高，不是金身境铸造金身幼体是完全无法承受的。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，从小我爸就给我用各种材料不断打磨我的身体，还给我吃了一颗金色的果子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乎意料的强悍。金色的果子，你父亲是？我老爹的名字叫做江上，应该也是你们军武者前不久失落在上层空间了。什么？江上？暴熊感觉自己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疯狂跳动。江上，原来沙军最年轻的军武长，10几年前突然退出沙军消失。还好，幸亏江小毒没有死。如果让一些人知道江小毒因为救自己死了，恐怕整个华国武者界都要掀起一层惊涛骇浪，恐怕直接和红果开战斗未必没有可能。你怎么了？这突然一副遭雷劈的模样。没事儿，我只是在想你老爹的身份，暂时还想不起来。就在2人聊得乱七八糟的时候，秦冉疯子一样的赶了过来。哟，小冉儿，你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受了一点小伤，还是看看熊大吧。你连一个年轻人都护不住，现在就靠你这样的废物执行任务。对方是化神中期的强者，信息有误。你能打过化神中期的人？没打过，是江小毒把对方干掉了。秦冉身体僵硬了一下，用怪异的眼光看向江小毒，他实在是不太相信一个高一新生能打过化神期中期的强者。他受的伤非常的严重，我只是捡了个漏罢了。听了这话，秦冉的脸色才稍微正常了一些。没过一会儿，一个个身穿黑色战斗服的军武者就快速的到来。各位大哥，你们有没有见到4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学生，2男2女？见到了，他们已经被暂时驱逐出火神窟了。你们暂时也需要离开火神窟。接下来我们还要仔细的搜索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敌人隐藏在这里。没问题。江小毒和秦冉不再多留，直接离开。宁雪4人在外面也是等待多时。江小毒，我只是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你们没有走。你受伤了？不是我的，是敌人的鲜血。哟，怎么听你这话就好像还杀敌了一样？就你这点实力，对方一根手指都能碾死你吧？你早上拿大粪刷的牙吗？江小毒，一个屁就能崩死你啊！你老周，算了，少说2句吧。不是哥们，一个高一不要脸的小崽子，至于让你们这样吗？他哥那装 X， 你们还真信啊？你觉得你的实力很强啊？比某个刚入学的气血境小崽子强得多。看起来你很自信呢，来打个赌，敢不敢？打什么赌？接我一拳，你能站起来算我输，站不起来你输。哈哈哈，正合我意，但是打赌最起码要有赌注吧？赌注？你想要什么赌注？很简单，谁输了谁就给对方跪下叫爸爸。老周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别管，这是我和这小子的事儿。这样玩是不是不太好？太伤感情了。同学之间谁还没有开玩笑的时候？你不会害怕想要反悔了吧？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，你都能和里边的大佬打架了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那好吧。这小王八蛋坑人倒还挺有一套的。小毒嘴，算了吧，他都已经脱胎境了，欺负你一个新生也不觉得丢人。小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江小毒可是新人王。周正明，小烟也是你能叫的。小崽子，你到底敢不敢赌？不敢赌就滚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哈哈哈，我赌谁输了谁就叫爸爸。哼，虚张声势，我最强的可是防御。来吧。
站起来嘛！废了，这货全身骨折。你输了，小冉儿，麻烦你叫一下军武者中的治疗系术士来一下。你叫我什么？秦冉小姐姐，求求你了，你要是不去叫治疗系的术士，他还怎么恢复？怎么给我叫爸爸呀？真是麻烦。一名军武者很快便走了过来，开始治疗纠正。1周之内不能有剧烈的动作，否则骨头还会断裂。现在该到你履行赌约的时刻了。江小毒，你听俺一句劝，赌注是他自愿下的，所以愿赌就要服输，要不然我不介意再把他的全身骨头再打碎一遍。爸爸，哎，好儿子。好了，别玩了，走吧。哼，没有实力还找茬，我看也是活该。哼。